第51集。林秋实走到门边，透过猫眼看到站在外面的是阮南竹。他拉开门，还没有说话，阮南竹就一步跨了进来。遇到什么事了？林秋实摇了摇头。阮南竹上下打量了一下林秋实，说：说吧。林秋实沉默片刻，转身指了一下桌子上的体检报告。阮南竹伸手拿过来，简单的翻阅了几下，然后随手丢到了一旁。就这？什么叫就这？林秋实本来以为他会安慰自己几句，结果不但没有安慰，还是这个态度。肝癌绝症。你是不是没记住我说的话？什么话？我说了，能进门的人都是快死的人，你现在进去了，自然也不例外。你这还算好的，至少还有个缓冲期。看见昨天的唐瑶瑶了吗？她就是快死了。如果她成功从门里出来，就能躲过那个神经病，但是她没有。可是我得了肝癌，难道这门还能治病？能不能我说了你也不信，过段时间就行了。说完，阮南竹抬手看了看时间。你还是搬到别墅来吧，你刚才不接电话，我还以为你死了呢。明天我来帮你搬家。林秋实还想再说什么，阮南竹却做了一个停的手势，然后指了一下栗子。在别墅里，栗子说不定就让你摸了。已经快要1个月没碰自己家的小家伙了。林秋实听了这话，立马改了主意。那我试试。这天晚上，阮南竹没有回去，而是在林秋实家里将就了一晚。林秋实不好意思让他睡沙发，就把床让出来一半，两个人一左一右盖起被子聊起天。和门内的世界不同，现实里的阮南竹看起来话并不多，甚至还有些冷淡。好在面对林秋实还是有问必答，态度比较温和。林秋实对此非常感动，感动的同时又有一种精神分裂的感觉，就好像门里的那个其实不是阮南竹，而是阮南竹的姐姐或者是妹妹。不过好在他今天是有点累了，没分裂多久就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。直到第二天，林秋实发现自己在阮南竹的怀里醒了过来。两个人的姿势可以说非常自然。林秋实靠在阮南竹的胸口，像个树袋熊一样贴在阮南竹的身上。这个情形着实有些尴尬。然而最尴尬的事情是林秋实的身体起了反应。他默默地想要移开身体，身边还睡着的阮南竹却突然睁开眼睛，沉默地看着林秋实。林秋实有些尴尬。早上好。好。我先起来了。林秋实松开了抱着阮南竹的手，假装不经意地从阮南竹身边挪开。阮南竹一直没说话，直到林秋实马上坐起来，他才突然说：你脸红了，没关系的，都是男人，我理解。林秋实的表情痛苦，他只求阮南竹不要再继续说下去。然而阮南竹却是很无情地揭破了一切。我也。这话一出，林秋实直接落荒而逃。他发现虽然性格不太相似，但是门外的阮南竹和门内的阮南竹简直同样难搞，虽然难搞的类型不大一样。林秋实狼狈地起了床，去厨房做了早餐。阮南竹则躺在床上，说自己想吃面条。什么味道的？就是门里面你做的那种。行。林秋实穿上了围裙，走进了厨房。阮南竹趴在床上，也不知道在干嘛。过了一会儿，门口响起了敲门声。有人敲门。你去开一下，可能是送快递的。
这个时候，林秋实正在煎蛋。阮南竹去开门，看见一个姑娘在门口。那姑娘看见阮南竹，也愣了一下。你好，我找林秋实。秋实，找你的。阮南竹转过身，因为昨天晚上在这儿睡了一宿，阮南竹的身上还穿着林秋实的睡衣。这个睡衣在阮南竹的身上有点小，于是就没有扣扣子。阮南竹身上漂亮的6块腹肌若隐若现，莫名的多了一分色气。于是林秋实一出来，就看见他的同事曹莹面红耳赤的站在门口，一副手足无措的模样。你做什么了？林秋实看向阮南竹，阮南竹一脸莫名其妙。我能做什么？你与其问我对他做了什么，倒不如担心一下我会对你做什么。被2个人的对话呛到，曹莹猛烈地咳嗽起来。林秋实的耳朵也跟着红了，但是他还强装镇定。有事吗，曹莹？林秋实已经递交了辞呈，交接工作也已经做好了。你有东西没有带走？说着，曹莹从袋子里带出了一个笔记本。谢谢你。林秋实接过笔记本，这个本是他记录的工作内容，对他来说还是挺重要的，只是不知道怎么拿掉了。能冒昧的问一下，这位是你的？曹莹的眼神又挪到了阮南竹的身上。我朋友。曹莹的脸有些红了。之前没见过啊。林秋实正打算问他要不要一起吃个早饭，阮南竹就面无表情地说：你要我饿了。说完，阮南竹顺手把门关上。林秋实皱了皱眉，结果一抬头看见了阮南竹的眼神，他被这个眼神吓得后退了一步。阮南竹，怎么？你这个表情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饿了，想吃东西。阮南竹的眼神十分露骨的上下打量起了林秋实。林秋实正要说话，却见阮南竹转身去了厨房。片刻之后，里面传出了吃面的声音。一定是我想太多了。阮南竹很喜欢林秋实做的面条，他认认真真的吃掉了一整碗，连汤都没有放过。有那么好吃？比门里面的东西好吃多了。阮南竹擦了擦嘴，又看了眼时间。尽快收拾吧，我下午来接你。好。林秋实点了点头。阮南竹说完起身便要走，家里的栗子哼哼唧唧的用尾巴缠着阮南竹的腿，一副不舍的模样。这看得林秋实怒火中烧，不过妒忌也没办法，谁叫栗子只是一只猫呢？这间房子是林秋实租的，租期还有半年，他也不打算退掉。他其实并不是这个城市的土著，只因为在这里上了大学，毕业之后才留在这里。但是他也习惯了这里的天气和生活。林秋实开始收拾东西，他的衣服不多，很快就全部装好了。最麻烦的是一些工作上的书籍，死沉死沉的。他看着这些书籍，犹豫了一会儿，干脆下楼叫了保洁阿姨，全部送了出去。他心想，命都快没了，总该做点让自己高兴的事。第52集。整理好行囊之后，林秋实把自己要搬家的事情告诉了朋友吴奇。吴奇一听说他要搬家，就嚷嚷着要来帮忙，林秋实却拒绝了。他说租户已经找好了搬家公司，不用特意过来。那你打算搬到哪儿去啊？
先要去，等那边收拾好了我再叫你过来玩。你好好上班吧。哎，行，那你记得把地址发给我啊。辞职玩一段时间也挺好的，工作天天加班谁受得了啊？虽然年轻，但也得考虑自己的身体。下午3点，阮南竹和程千里准时过来，帮着林秋实把行李提到车上。喵喵叫着的栗子也被装在航空箱里，然后放在了后座上。等到了别墅，栗子就真的让摸了吗？林秋实啊，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个表情，就像个被丈夫抛弃的妻子？我不是，我没有。车子一路向前，周围的景色逐渐荒凉，最后驶出了环城高速，到达了孤独伫立在郊区的别墅。这是林秋实第2次来这里，他搬着大包小包进去的时候，在客厅里看到了程一蟹。程一蟹正在吃着什么东西，见他们进来，面无表情地打了个招呼。阮哥。林秋实条件反射地看了一眼身边的程千里。不得不说，虽然是双胞胎，但是这2个人的风格真的差得很多。程千里活泼外向，说什么表情都很夸张，程一蟹却内敛冷淡，一看就是一副不好相处的样子。准备的怎么样了？还行，具体情况还得进去看看。你什么时候走？几天后。程一蟹点了点头，转身走了。林秋实听到这话，小声地问了句：你是几天后要进门？是不是很凶险？林秋实第2扇门就这么恐怖，阮南竹岂不是更恐怖？还好，不用太担心。阮南竹的神色淡淡的，仿佛是说着要去哪儿旅游一样，丝毫不见紧张的情绪。林秋实见他如此冷静，也跟着平静了下来。之后，阮南竹给林秋实安排了住的地方。林秋实的房间在3楼走廊的尽头，对面就是阮南竹的房间。林秋实把行李搬到了自己房间，他迫不及待地将栗子从航空箱里放了出来。到了陌生的环境，栗子却是一点都不认生，开开心心地扭着毛茸茸的屁股，冲着阮南竹就飞奔过去。到了阮南竹身边，便开始蹭蹭挠挠求抱抱。阮南竹弯下腰就把栗子抱了起来，他坐在沙发上，对着林秋实招手：过来。妒忌的眼红的林秋实屁颠屁颠地跑了过去。南竹，让我吸一口。一旁的程千里心想：林秋实啊，你这是染上了猫瘾吗？阮南竹低着头说：吸吧。好嘞。林秋实先是伸手摸了摸栗子，他发现栗子的确没有用爪子抗议，这已经是天大的进步了。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林秋实抓紧机会就是一个猛扑，一头扎进了栗子软乎乎的毛里。栗子叫了一声，粉红色的爪子软软地拍打着林秋实的头。吸猫使人快乐，不吸猫是不可能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不吸猫，只有吸猫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。几个月没碰自己宝贝儿的林秋实，此时终于如愿以偿，他感动得几乎热泪盈眶。我操，你们这是在干嘛呢？太刺激了吧！门后突然传过来一个人的声音，林秋实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他就感觉阮南竹忽地伸手轻轻地抓住了自己的头发。林秋实，你别跪着吸。我操，跪着吸！阮哥，你们太会玩了吧！林秋实沉默了3秒钟，他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。只见此时阮南竹将栗子放在腿上，而他自己则半跪在阮南竹面前，正一脸陶醉地将脸扑在栗子的身上。这个姿势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儿。林秋实默默地站了起来，他扭头看了一眼身后的人。这个人是之前在别墅里见过的，叫做易曼曼的人。
大约是林秋实的眼神太过幽怨，搞得易曼曼有点怵。没关系，你们继续，我就是路过。阮南竹低低地笑了起来，栗子还在他怀里一脸茫然，身上的毛毛因为林秋实的动作变得乱糟糟的。不过即便如此，栗子也是非常可爱。林秋实从地上站了起来，换了个姿势，露出面前的猫咪，伸手指了指，示意自己并没有在干什么少儿不宜的事情。玩猫呢。对不起，误会了。没事，我不该太激动。围观全程的程千里终于没忍住，他拍着桌子哈哈大笑起来，一边笑还拿出手机。他让林秋实过来看看他拍的照片。林秋实凑过来一看，只见自己半跪在阮南竹的两腿之间，阮南竹则是一脸温柔地看着林秋实，还伸出手轻轻地抓了林秋实的头发。我操，你什么时候照的？给我删了！好，你别激动，我马上就删。程千里当着林秋实的面把照片删了，这事儿才就此作罢。林秋实弄完之后，一脸疲惫地坐回了沙发。这年头想吸个猫怎么都那么困难。说完，他就看见栗子高高兴兴地用脑袋蹭了蹭阮南竹的胸口，一副你怎么还不吸我的表情。栗子，你这个大叛徒！这天晚上，为了庆祝林秋实的入住，大家一起吃了一顿饭。林秋实也重新认识了一下别墅里的人，易曼曼、陈飞、卢艳雪，这3个人他上次是见过的。据说他们还有几个人是在其他地方办事情，过段时间才会回来。别墅里还养了一只叫吐司的柯基犬，这2天他生病了，在医院里住着。程千里说他明天才会接回家。林秋实有些担心地看着栗子，他们会不会打架呀？不会吧，你家栗子脾气挺好的呀，我家吐司脾气也挺好的，但就是有个缺点，喜欢闻猫屁股。他公的母的？公的，带他出去遛弯，遇到野猫就要挨揍。林秋实点了点头，又看了一眼栗子。我家栗子也是公的。既然如此，应该不会发生什么跨物种的意外。第53集，陈飞和易曼曼都敬了林秋实一杯酒，说以后大家互相关照。卢艳雪坐在旁边笑得很甜，表示很高兴林秋实加入他们。林秋实也小酌了2杯，但是鉴于自己的身体情况，他没敢多喝。结束了晚宴，林秋实回了自己的房间。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脑子有些乱，奇奇怪怪的念头窜来窜去的，实在是无法入睡。于是林秋实就从床上爬起来，想着去走廊上喘口气。结果他走到走廊窗口，他却是透过窗户看见阮南竹站在园子里和陈飞说话。2个人的表情都非常的严肃，面前放着一个黑色的笔记本，时不时的阮南竹还用笔在上面写写画画。陈飞的气质非常斯文，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笑起来也很温柔。林秋实听程千里说，陈飞以前好像是老师，具体怎么加入的也不太清楚，因为程千里其实是最后一个进别墅的。按理说这么远的距离，林秋实应该什么都听不到，但是就像有奇迹一样，他居然隐隐约约地听到了阮南竹和陈飞谈话的内容。虽然听得不是特别清楚，但是还是能猜出一二。
他们似乎是在讨论阮南竹的下一扇门有关于线索的背景，还有其间可能隐藏的暗示。林秋实正打算继续听，但是站在楼下的阮南竹却好像背后长了眼睛似的，直接扭过头来朝着林秋实的方向看了过来。林秋实和他眼神相接，瞬间林秋实尴尬地挥了挥手，冲阮南竹打了个招呼。阮南竹转头和陈飞说了句什么，便朝着别墅的方向来了。林秋实走也不是，站着也觉得奇怪，于是他只好打开了自己的房门，坐在门口等着。片刻之后，阮南竹果然出现在他的门口。睡不着？脑子里乱七八糟的。既然睡不着，那我就给你看点东西吧。说着，阮南竹坐到了房间的电脑面前，按下了开机键。一阵开机音乐之后，电脑屏幕亮了起来。阮南竹移动鼠标，打开了网页收藏里的第一个网址。那个网址的图标是一扇黑色的门，和林秋实进去的铁门几乎一模一样。阮南竹打开网址，又输入了一个账号。片刻之后，一个血红色的论坛出现在了林秋实的眼前。阮南竹说：“这是个论坛，是进过门的人建的，里面内容很丰富，也有一些信息。你闲着没事可以先逛逛。只能用这台电脑，不要用其他的东西进入这个论坛。用其他的会被发现地址？”阮南竹点了点头。被发现了会怎么样？林秋实很疑惑这一点。被发现了会发生糟糕的事。阮南竹沉默了一会儿，接着用冷静的语调说出了惊人的事实：门是可以被夺走的。什么？我早就说过，门不是惩罚，是奖励。必死之人进入门里，只要通过了12扇，就能获得新生。可是门怎么被夺走？林秋实还是想不明白。没有门的人，只要和门的主人一起进入了门内，在门内的世界里杀掉那扇门的主人，那么这扇门就会易主。当然，这件事情操作起来会比较困难，但是只要有心，就总有办法。听到这话，林秋实愣了几秒，随后他的心里浮起冷汗。他没有想到自己要抵抗的并不只是门里地狱般的恐怖世界，还有门外面有心人的觊觎。难以想象，如果他没有遇到阮南竹，就算从门里出来，估计也是稀里糊涂的。林秋实又想到第一扇门里死掉的张子双。张子双不是第一次进门了，只是进去的时候甚至都没有换上一身衣服，导致他出车祸之后，林秋实直接辨识出了他的身份。林秋实看着电脑屏幕，发现这个论坛的活跃度居然很高。现在凌晨2点了，还有6000多个在线用户。我们的活儿也是在网上接的，不过不是这个网站。你现在刚进来，不用了解那么多，先看看这个论坛就行。谢谢你。道谢就不用了，来点实际行动吧。行啊，你想我怎么感谢？不如找个时间，再在我腿上吸一次猫。林秋实刚想说明天请阮南竹吃个饭，阮南竹就打断了他的话。这人是在耍流氓吗？这人是在耍流氓吧？好了，我开玩笑的。说完，阮南竹站起来朝门口走着。你自己先看吧，我还有点事。然而阮南竹脚步一顿，停在门边。他扭头看向林秋实。别再偷听了哦。真乖。阮南竹笑了起来，转身走了。林秋实看着他的背影，总觉得哪里不太对。仔细一想，他才惊觉阮南竹是在诈自己。
他们当时距离那么远，正常人都不会觉得林秋实有听到他们的对话。阮南竹突然冒出这么一句，林秋实也没有反应过来，直接认了。不过我的听力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怀着如此的疑惑，林秋实坐上了椅子，开始浏览论坛。这个论坛里的帖子很多，内容很复杂，甚至还有交友的信息。当然，现在经过了阮南竹的提醒，他对这种东西一点没什么兴趣，而是直接点进了一些关于门的推测的帖子。这个论坛6年前就存在，论坛上的用户至今还在讨论门到底是什么，是未来的科技，还是神明的赠礼，还是外星球的实验？没有答案的猜测不计其数，但是看起来没有一个靠谱。论坛上还有一些有关门内世界的讨论，林秋实简单的浏览了一下，没有发现什么特别有用的信息。他看了1个多小时，睡意便渐渐的涌了上来。随即林秋实关了电脑，重新躺回床铺上。这一次他没有失眠，一闭眼睛就睡着了。第二天是一个晴朗的清晨，林秋实早晨刚一下楼，就看见程千里愤愤不平地在和他哥程一泻吵架。与其说是吵架，倒不如说是程千里单方面的碎碎念。我都说了我不吃辣，你为什么要给我放辣？你根本就不在乎我到底喜欢什么，你只在乎你自己。程千里看着面前的油茶嘟嘟囔囔，而程一泻面无表情地坐在他对面。不吃就滚。程千里开始假嚎，但还是伸手端过油茶开始吃。林秋实本来以为程千里不能吃辣，结果发现这货根本就是在乱叫。他嘴上说着不想吃，身体却诚实得很。林秋实刷个牙的功夫出来，就看见油茶的碗已经空了。程千里说：我还想吃一碗。你给我加点辣。哼，你真好玩。第54集，大家聚在一起吃完早饭，便各做各的事情。林秋实以为别墅里的气氛会有些紧张，但是观察之后才发现，其实气氛挺轻松的。别墅的2楼是健身房和游戏室，4楼一整层都是书房，想干什么都有去处。程千里约着林秋实一起去把吐司接回家，林秋实答应。2个人开着车去了室内。林秋实委婉地问了一句：阮南竹在忙什么？是不是快要进门去了？程千里坐在副驾驶上，嚼着口香糖。是啊，可能也就这几天吧。你越到后面，对于门的预感会越精准，基本上都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进去了。当然，具体时间最好谁也别告诉，除了要和你一起进门的人。那这次他是一个人进去，会不会很危险？林秋实最担心的就是这个。危险肯定是危险的，好像还会有人陪着阮哥进去，是谁我就不知道了。希望以后我能帮上忙。程千里看着林秋实笑了笑，也没有说什么。之后的几天，林秋实都没有怎么看见阮南竹的身影，他好像一直很忙，而且他待在别墅里的时间非常少。林秋实倒是对着别墅里的其他人熟悉了不少。易曼曼，他是一个23岁的男生，和程千里一样是个话痨，只要这2个人一扎堆，那基本上唠嗑都能唠一天。不过他比程千里成熟一些，好像很少发脾气的样子。卢艳雪的年纪比易曼曼大一点，是目前别墅里唯一的一个姑娘。她长相普通，平时基本上就没什么存在感，看起来不像胆子很大的人。不过据程千里说，卢艳雪在门里的表现让人很惊艳。至于程千里的哥哥程一泻，用程千里的话来说，那就是最好离他远一点，
他是精神有问题。而鉴于这两个人的关系，林秋实还是持保留意见。在进入别墅的第5天之后，一直无影无踪的阮南竹突然出现了。当时林秋实正打算上楼去睡觉，结果刚走到走廊上，面前就凭空出现了一个人影。林秋实被这个人影吓了一大跳，他定睛一看，发现是阮南竹。阮南竹的脸色非常不好看，他的手扶着墙壁，一副随时可能会倒下的样子。林秋实赶紧上前扶住了他。南竹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扶我进房间。好。林秋实答应了一声，把阮南竹扶到了卧室里。阮南竹一沾床，整个人都晕了过去。林秋实吓得赶紧跑到楼下去叫人了。林秋实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，不知道能不能直接送去医院。陈飞上来的时候，迅速检查了阮南竹的情况。陈飞说没什么大事，只是太累了，不过保险起见，还是去一趟医院。闻言，林秋实松了口气。他第一次看见这么虚弱的阮南竹，脸色白得像张纸一样。平日里，阮南竹给人的感觉都无比可靠，好像只要有他在，什么事情都不用担心。看见这个模样的阮南竹，林秋实未免生出了些许心疼的感觉。陈飞开车将阮南竹送去了医院，林秋实也陪在身边。挂了急诊之后，医生经过初步诊断，确定阮南竹身上没有外伤，生理特征也很平稳，就是睡着了。陈飞感叹道：还好没出什么大事，你看着他，我出去打个电话。林秋实点了点头。陈飞出去了一会儿，回来的时候脸色却暗了下来。林秋实问他什么事儿，陈飞沉默了片刻说：和阮哥一起进去那人没了。林秋实瞪大了眼睛：刚死？从楼上跳了下去。林秋实将目光转移到了阮南竹身上，他突然就重重地松了一口气，心想还好阮南竹还活着。阮南竹在医院里睡了整整1天，第2天才醒过来。期间林秋实一直守在他的旁边，担心阮南竹出现什么意外。别墅里的几个人都来了趟医院，在得知阮南竹没什么大碍之后，他们才离开病房。阮南竹睡醒的时候，林秋实正在用手机看着新闻，也不知道是他的错觉还是怎么样，这2天出意外的人特别多，而且死状千奇百怪，还有几个在火灾里坐电梯，结果电梯卡在空中，里面3个人被活活烧死了。林秋实看完新闻之后，抬头看了一眼阮南竹，他却发现阮南竹已经醒了。只是阮南竹醒来之后，既没有说话也没有动，就这样沉默地看着头顶上的天花板。南竹，林秋实很是担心阮南竹的状态，他小心翼翼地唤了一声他的名字。阮南竹没有说话，眼神慢慢地移到了林秋实的身上。那双黑色的眸子里是一种林秋实看不懂的情绪。你渴吗？林秋实见他嘴唇有些干裂，他便上前把他扶起来，然后把倒满了温水的杯子递到阮南竹的嘴边。医生说你的身体没有什么大问题，只是太疲惫了，休息几天就好。阮南竹一口一口地将水咽下，又闭了闭眼才说：知道了。你饿不饿？我去给你打碗粥。不，你就在我旁边坐着。我的手机呢？林秋实把阮南竹的手机递了过去，看见他拨了号码，也不知道电话那头说了什么。阮南竹嗯了2声之后，便随手挂断了。
程千里第5扇门的提示出来了，5天后你和他一起进去。好。林秋实愿意听从阮南竹的安排。阮南竹半闭上眼睛，我这边看看情况，可以的话带着你们2个一起，但是还不确定情况，尽量吧。你不用太勉强，我一个人也行的。阮南竹摇了摇头，没有回答。后来林秋实才知道，这已经是阮南竹的第10扇门了。和他一起进门的是另外一个组织同样第10扇门的一个男人，这2个人关系不错，只是从这第10扇门里出来的，却只剩下阮南竹了。回到别墅之后，阮南竹简洁地描述了门里的事情。最后就我和一个不认识的女人活了下来，那个女人肯定不是一般人。能活到第10扇门的，哪里会有等闲之辈？程千里，你的提示拿到了吧？阮南竹似乎对这扇门的事情不愿多谈，便转移了话题。拿到了，就在阮哥你昏迷的那天晚上拿到的。那说着，他从兜里掏出了一张纸条。阮南竹看完纸条上面的字，然后将纸条递给了旁边坐着的林秋实。你看看，这也是你的下一扇门。啊。林秋实接了过来，看见纸条上写了3个字：阿姐鼓。这是什么？是乐器？程千里已经大致查了纸条的含义。不，是一首歌名。歌词大意就是一个妹妹四处寻找姐姐。只是这样？肯定还有别的意思。程千里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，笑了。程一谢在旁边不咸不淡地说：这不是还没来得及查吗？你死的时候也能这么从容就行了。哇，你怎么说话呢？这不是还有几天吗？眼见2个人又要吵起来，阮南竹做了个打住的手势。赶紧就给我搞明白，你现在进门的时间还不算太稳定，别出什么岔子。哦，好。程千里答应了一声，乖乖地走了。第55集。不查还好，等查到这个歌词的具体隐藏含义时，林秋实觉得后背凉飕飕的。我的阿姐从小不会说话，在我记事那年离开了家，从此我就天天的想阿姐哦，一直想到阿姐那样大，我突然间懂得了她，从此我就天天的找阿姐哦，玛尼堆上坐着一位老人，反反复复念着一句话，玛尼玛尼贝贝吼，玛尼玛尼贝贝吼，玛尼玛尼贝贝吼。这乍一看是一个妹妹寻找哑巴姐姐的故事，但是查了故事背景之后才发现，这首歌说的是人皮鼓。很久之前，某个宗教有这样的习俗，便是将处女的皮活剥下来，作为鼓面做成鼓。据说这样的鼓击出的鼓声可以连通生死，超脱轮回。
而歌词中的哑巴姐姐据说是自愿被做成蛊的，但是到底是不是自愿便众说纷纭了。人皮一定要选择没有经历过情爱的少女，这样的才最纯洁。如果是哑巴就更好了，因为哑巴没有说过话，灵魂也没有被玷污，而且必须是活泼。这样的人皮骨音色才是最好的。程千里读着茶道的内容，读完之后打了个哆嗦。还好现在是法治社会。有时候人能做出来的事情总是比鬼怪还可怕。林秋实说，这首歌的创作者说是在旅游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去寻找姐姐的妹妹，那妹妹不知道为什么姐姐突然消失了，直到她听到了一声嗡玛尼贝妹后和天边传来的击鼓声。阮南竹静静地听着，不置可否。他现在脸色其实也不大好看，虽然医生说并无大碍，但是精神上的损伤总归是难以量化的。此时坐在一旁的程一泻突然开口，这次我陪他们进去吧，你休息一段时间。你去？程一泻点了点头。虽然他的年纪看起来和程千里差不多，但是气质上比程千里稳重许多，完全不像个17、18岁的孩子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他和阮南竹乍看起来有几分相似。我考虑一下。阮南竹看了一眼林秋实，没有直接答应。程一泻微微皱眉，似乎对于阮南竹的犹豫有些不解，但到底没有再多说什么，只是答应了一声好。虽然阮南竹的状态不好，但到底是从凶险的门里出来了。晚上的时候，众人打算好好庆祝一番。卢艳雪下厨做了一桌子好菜，林秋实在旁边打下手。他发现卢艳雪的厨艺让人很惊艳，一问才知道，卢艳雪以前就是开私厨的，后来遇到了门的事情，才把店铺关了，住进了别墅。卢艳雪说，其实我的厨艺不是最好的，张娇的厨艺比我还好，但是这段时间他不在，等他回来了你就有口福了。不过看你也挺熟练的，平时经常做饭。林秋实一边低头切菜一边说，一个人住嘛，总要会做点东西。饭桌上大家还开了几瓶好酒，气氛非常的轻松，众人说说笑笑，完全看不出暗藏的阴霾。林秋实也喝了2杯，但是没有多碰，他心里有事儿，怕喝醉了。阮南竹的酒量倒是很不错，一个人干掉了1整瓶红酒。酒足饭饱之后，大家各自散去，林秋实也回了自己的房间。回去之后，他洗了个热水澡，再出来的时候，却看见阮南竹坐在他的床上等着他。林秋实擦着头发过去，南竹，有事吗？我需要你。阮南竹语出惊人，林秋实听了这话有点愣了。什么意思？字面上的意思，你不能死。这话乍一听起来有些暧昧的味道，不过林秋实作为一个钢铁直男，完全没有多想什么。他说，可以说得更清楚一些吗？阮南竹最后只说了一句话，有的人天生就是为门而生的。说完，阮南竹便离开了，留下了一脸茫然的林秋实。林秋实总感觉阮南竹从第10扇门里出来之后，身上出现了某些变化，但是一时间他又无法搞明白变化到底是什么。在休息了几天之后，阮南竹的状态渐渐地恢复了。林秋实知道几天之后自己即将面对自己的第3扇门，所以他一直在积极地做着准备工作。说是准备工作，其实就是晚上和程千里一起看看恐怖片。林秋实对此表示怀疑，他问道，这真的有用？有用的，有用的，看多了我们就不怕了。
程千里还抱着一包薯片，林秋实还是觉得不靠谱。我们不需要再去看看那个线索吗？现在门简单，线索就那么多，再查也没有什么内容的。你看，女鬼出来了。两个人看恐怖片的时候，吐司就趴在旁边的垫子上，暗戳戳地瞅着栗子。栗子趴在沙发角落，悠闲地摇摆着尾巴。易慢慢路过的时候，看见林秋实陪着程千里在看电视，长长的叹了口气。林秋实开始还在想易慢慢为什么要叹气，结果3分钟之后他就知道答案了。因为程千里特别怕鬼，只要鬼一出来，程千里就开始惨叫，叫的就像被淹了一样。那个声音和惨叫鸡十分相似，而且他还企图往沙发缝里钻。你这么怕的吗？你不怕？虽然怕，也没有你这么怕吧。你能不能别抱着我的手臂了？林秋实感觉自己的手臂都要被程千里掐断了。程千里松开了林秋实，准备转身去抱栗子。林秋实赶紧阻止。你还是抱着我吧。你真是个好人。哼，不当这个好人，我怕我会失去我的猫。结果最后一部恐怖片还没看完，整栋楼里都充斥着程千里的鬼叫声。林秋实到后面已经麻木了，他看见鬼的第一反应就是离程千里远点。这个叫声太过惨淡，把本来上去睡觉的人都给引了下来。叫什么叫呢？程千里，你是不是欠揍啊？半夜叫的鬼哭狼嚎的。卢艳雪的脸上敷着绿色的面膜，从楼梯上走下来的时候，把程千里跟林秋实都吓了一跳。我怕。你怕你还看什么鬼片啊？叫成这样，我要是鬼，我得先被你吓死。可是不看我过2天就要进门了呀。哎呀，那等到进门了再叫呗，反正到时候其他人都听不见，你叫给别人听。我不，我就要叫给你们听。啊！吓死我了！哎呀，程一熙，你得管管你熊孩子弟弟，他要翻天了他。在卢艳雪的呼唤之下，程一谢姗姗来迟。他穿着睡衣，面无表情地对着程千里说了一句话：今天晚上你嘴里再冒出一个字，下扇门你就自己进去。说完，程一谢转头看向林秋实：晚安。晚安。这个程一谢一句话就把身边的这个惨叫鸡给解决了。卢艳雪走之前还叮嘱林秋实：下次别陪程千里看恐怖片了。林秋实重重地点了点头，表示绝没有下次了。可怜的程千里在旁边露出了幽怨的表情，就像被丈夫背叛的可怜的妻子。第56集。卢艳雪走了之后，林秋实和程千里说了几句话，可是程千里都不敢开口，他只能掏出手机打字。你还真不说话了？你哥难道不是在开玩笑？他从来不开玩笑。那我也去睡了，晚安。晚安。林秋实这才得以脱身，赶紧回去睡觉了。第二天早晨，陈飞问了句，说昨天程千里看恐怖片了，谁这么闲，居然陪着他干这事儿？林秋实不好意思地指了指自己。陈飞沉默了3秒钟，说：是这样，忘了和你说这事儿了。其实我们这别墅里每个人都有些怪癖，相处久了你就知道了。怪癖？林秋实第一个反应就是看了阮南竹一眼，结果他的眼神出卖了他的想法。程千里在旁边用微不可言的声音说：喜欢穿女装还不是怪癖吗？我居然无法反驳。阮南竹停下了手里的筷子。程千里，
冉哥，没事，就是想叫叫你。阮南竹擦了擦嘴，露出了一个笑容。程千里则瞬间秒怂了，看表情恨不得把自己的嘴缝起来一样。林秋实看着他们倒是觉得好笑，他本以为别墅里的气氛会比较严肃紧张，但是相处下来却发现大家其实更像是聚在一起的伙伴。除了进门的那几天之外，其他的时候都是很轻松的。时间一点点的过去，眼见林秋实进门的时间就要到了。在进去的前一天晚上，阮南竹最后还是决定自己亲自带着林秋实和程千里进去。程一泻在这件事情上和阮南竹发生了分歧，他说阮南竹的身体没有完全好，自己也可以胜任这件事情。但是阮南竹却非常平静地说出了4个字：我不放心。你不会想你弟弟出现什么意外吧？程一泻沉默了。程千里就坐在楼下的客厅里，正抱着吐司开心地揉着他的屁股，一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模样。程一泻说：如果林秋实不在，你还会坚持由你带队吗？不会。他到底有什么特别的？可爱算是特别之处吗？程一泻却挑了挑眉头，显然他并不相信阮南竹说的话。相处了那么久，他非常清楚阮南竹并不是一个轻易被感情支配的人，他如此看重林秋实，定然还有其他的原因，只是目前他还不知道那个原因到底是什么。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，程一泻也没有再继续纠缠。因为这次要进的是程千里的门，所以3个人接下来的几天，他们几乎随时随地都在一起，就连上个厕所都只能约着一起去。不过好在这样的时间并没有持续太久，在第10天的下午，林秋实靠在沙发上和程千里打游戏，阮南竹坐在他们旁边看书，怀里还搂着一只猫。本来程千里玩得很开心，但是他却好像突然感觉到了什么，他停下动作说了一声：来了。在哪儿？2楼。走。阮南竹把栗子放下，3个人起身一起朝着2楼走去。在拐过楼梯的拐角之后，林秋实看到了原本的走廊变成了12扇整整齐齐的铁门，其中4扇门上面还被贴了封条。去吧。阮南竹看向程千里，程千里的脸色有些微白，他勉强地笑了笑，走上前去，拉住了第5扇门。嘎吱的一声轻响，面前看似沉重的铁门被轻易地拉开，林秋实感到了一股力量将他推入门内。他的视线倒转，眼前的景色出现了巨大的变化。别墅的走廊消失了，出现在林秋实面前的是一片茂密的丛林。林秋实环顾四周，本该站在他身边的阮南竹和程千里都不见了踪影。面前的树木高大葱郁，其间一条石子小路通向了丛林的深处。林秋实拿出手机看了看，毫不意外地发现这上面没有1格信号。他顺着唯一的小路向前，没走几步，却在路边看到了一个坐在路边哭泣的姑娘。那个姑娘蜷缩成了一团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林秋实看见她的第一反应就是，这画面怎么这么眼熟呢？仔细一想，他猛然想起来，自己和阮南竹第一次相遇，似乎和这个场景格外的相似。这人难道是阮南竹？林秋实站在原地没有动，他表情复杂地观察了一会儿那个哭泣的女孩。女孩哭了一会儿，一抬头看见林秋实皱着眉头看着自己，
女孩被吓得赶紧后退了几步，满脸都是惊恐。你是谁？你要对我做什么？这里是哪里？林秋实听见他的话松了口气，他知道这个女孩应该不是阮南竹，于是林秋实说：你是不是刚到这里？女孩楚楚可怜的点点头，她的样子挺可爱的，个子也不高，小小的一团，很是惹人怜爱。你过来吧，天快黑了，我们得赶紧去目的地。目的地？哪里是目的地？你到底是谁啊？这里是哪儿？我不是在家吗？一连串的问题搞得林秋实觉得颇为头大。此时他终于明白了，为什么别墅里的人起初那么反感新人，因为每个新人都意味着那就是一本10万个为什么，还是可能随时被撕书的那种。边走边说吧。林秋实只能这么解释。大约是林秋实没有攻击性的长相给了姑娘勇气，虽然依旧有些怀疑，但是姑娘还是跟着林秋实走了。两个人顺着小道一路往前，林秋实顺便简单的解释了一下门内的事情。当然他没有说得太清楚，因为如果要详细说起来，估计一整天都说不完。姑娘介绍自己，说她的名字叫徐锦，本来在路上走得好好的，结果走到自家楼下时，一进楼梯却发现看见了12扇铁门。半个小时之后，两个人到达了小路的尽头，那是一座坐落在葱郁丛林里的村落。这个村落充满了异域风情，房子几乎全是木质的吊脚楼，吊脚楼的外面挂着一些骨制品，只是不知道是用什么的骨头做成的。你们来啦！他们刚到村口，就有人热情地招呼了他们。招呼他们的是一个年轻的女人，这个女人说：他们都已经进屋去了，就等你们了。说着她指了指旁边一栋大型木楼。请问这里是哪里？徐锦还在发问，但是那个女人没有回答，只是笑意盈盈地看着他们。起初林秋实觉得这个笑容挺热情的，但是仔细一看，他觉得这个笑容有些怪异，因为无论他们在说什么，女人都不再回答，从头到尾都保持这一个笑容。林秋实猜测这个女人不是门外的人，而是门里面的 NPC。 徐锦也被她的笑搞得有些害怕，她朝着旁边走了2步。林秋实说：我们先进去看看吧。徐锦小小的个头，两个人顺着楼梯去了旁边的木楼，结果还没进去，就听到里面传来激烈的争吵声。我操，这里到底是哪儿啊？你们别他妈的想骗我啊！我已经报警了。这个台词让人着实觉得有些耳熟，林秋实瞬间明白了里面发生的事情。第57集，林秋实一进去，就看见了一个染了一头黄毛的青年站在原地跳脚。这个人穿着非主流的衣服，嘴唇上挂着唇环，看起来就像是最底层的小混混。此时这个人正对着人群咆哮，人群之中的其他人皆是面色冷漠，看他的眼神如同看小丑一样。这个人见到林秋实和刚进来的徐锦，情绪更激动了，指着他们说：你们是不是和这些人是一伙的？把我骗过来到底要做什么？你们快点把我送出去啊！不然我他妈的弄死你们！林秋实听见这个人虚张声势，着实觉得有些好笑。你刚才不是还要报警呢？怎么又要弄死我们了？那个青年听了林秋实的话更生气了，他怒道：你找死是吧？你再废话我一刀捅死你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就敢这么和我说话？林秋实没有再理他，眼神在人群里扫了一圈。
这一扫，让林秋实的心瞬间沉了下来。只见青年身后的屋子里，或坐或站一共有13个人，加上青年和林秋实以及徐锦，足足有16个人。林秋实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么多人，可想而知，这个世界的难度有多大。人群里大部分人神情冷漠，对于态度恶劣的青年一脸不屑，并且不打算同他多讲道理。也对，讲道理这么麻烦的事情，何必浪费在一个死人身上。人群里13个人，5个男的，8个女的。林秋实很快就在里面找到了自己的目标，站在人群前面的少年，以及坐在角落看不清楚面容的女人。虽然他们的面容是陌生的，但是身上穿的衣服却告诉林秋实这2个人的身份。女的是阮南竹，少年则是程千里。林秋实看到他们之后便移开了目光。我跟你说话呢，你什么态度？黄毛青年见林秋实这样的态度，一下子恼了，他竟是从兜里掏出了一把小刀比划起来。你是真的想死是吧？但是他说完这话，不料旁边传来了一句话：差不多行了。接着一双手按住了青年的肩膀，一个好听的声音传了过来：朋友，年纪轻轻的，何必火气那么大呢？林秋实顺着声音看到了一张俊美的男性面容，面容的主人此时微笑着看着这个黄毛青年，语气听起来十分的温和。有什么事儿，大家可以慢慢说嘛。也不知道声音的主人做了什么，青年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了起来。他咬了咬牙，还是认怂了，把刀收了起来，小声地说：你们可别想骗我。男人松开了按住青年的手，向前一步，对着林秋实露出微笑说：我叫蒙玉，第4次进门。林秋实握住了他伸出来的手。岳玲玲，第3次。坐吧，我们正在讨论事情。林秋实点了点头。蒙玉的气质非常有亲和力，他微笑起来的模样也格外的温柔，隐隐有成为这个团队领头人的倾向。之前习惯性占主导地位的阮南竹，这次却全程都很安静。林秋实装作无意地坐到了他的旁边，他发现阮南竹的脸色不大好看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身体哪里不舒服吗？阮南竹微微摇头，柔弱地浅笑着。没事，我从小身体就不好，谢谢你的关心。我叫于玲玲。我叫祝萌，很高兴认识你。说完，林秋实移开了目光。这个世界的阮南竹和前2个世界的都不太一样。他的身高似乎矮了一些，身上的气息看起来非常虚弱。虽然脸还是一贯的漂亮，但是却多了一种病美人的味道。林秋实猜测，这会不会是因为阮南竹身体没有痊愈，才会出现这样的变化？在人群中间的蒙玉简单的分析起了情况。你们都看到外面那个女人了吧？我刚才去问了她怎么回事，她说自己是个导游，我们一群人都是来这里旅游的。这大概就是故事的背景了。此时人群里，一个姑娘接了话：旅游的？我们要旅游几天？她没说，只是说参观完所有的景点，应该有时间限制，但是目前还不能确定。程千里突然问道：我们的住处呢？我们住哪儿？蒙玉走到窗边，指了指靠近丛林的那一排小竹楼。那里。小竹楼整齐地排列在一起，后面就是茂密的丛林。竹楼外面种着一些观赏性的植物，还开着小花，只是林秋实也认不出那是什么种类。蒙玉突然说：我们分一下房间吧，大家肯定不能一起住的。
为什么不能一起住啊？我们在一起岂不是更安全？新来的姑娘徐锦小心地发问。林秋实解释，在一起住会睡着的，并不安全。哦。虽然徐锦还是一头雾水，但到底是没有继续追问。他的反应比那个黄毛青年好多了，至少没有在没明白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就得罪大多数人。现在情报还很少，等明天应该会多一些。天也晚了，大家准备睡觉吧。接下来众人便一起去了那个小竹楼。16个人，人数也算是很多了。虽然天色已暗，但是走在一起并没有太害怕。林秋实先进了竹楼，简单的看了一下竹楼里的构造。每栋竹楼里有3张床，都在2楼，1张靠窗，2张靠墙。这里的天气感觉挺热的，所以床上就只放了1床单薄的被褥。16个人，分床又成了大问题。蒙玉还没有说话，同行的几个姑娘便提出来想和他一起住。蒙玉笑着说，那多不好意思，不然还是男女分开住吧。命都快没了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蒙哥，我就想和你住在一起。其中一个姑娘就非常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。说完，她凑上前去抱住了蒙玉的手臂，还用丰满的胸部刻意挤压了起来。行吧。这样的情形，林秋实还是第一次见。不过仔细想想也不奇怪，有经验丰富的老人带队，生存的概率总会高一些。你好，我可以和你一起住吗？阮南竹的声音传了过来。他慢慢地走到了林秋实身边，巴掌大的脸上带着苍白的神色。我有些害怕。林秋实立刻点头说，可以。我也想和你一起住。另一个姑娘的声音也冒了出来。这个声音的主人是刚才林秋实认识的徐锦。徐锦的表情楚楚可怜，眼眶里含着泪水。玉琳琳，我也好害怕。突然来这么一下，有点不适应了。他犹豫片刻，觉得在答应了阮南竹的同时拒绝徐锦会显得比较突兀，于是他只好点头。好。谢谢你。徐锦笑了起来，他转头不经意地看了一眼阮南竹，眼神里面多了一点姑娘的味道。阮南竹也注意到徐锦的目光，他勾起嘴角，冲着徐锦淡淡地笑了笑。这似乎是姑娘间的默契和较量。还在想着门内世界的林秋实完全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。第58集。很快分好了组，众人各自散去休息了。林秋实简单洗漱之后，也躺在了竹床上面。他的床位靠窗，一扭头便能看到外面的景色。此时天色已晚，万籁俱静，丛林之中既无虫声，也无鸟鸣，静得吓人。阮南竹的床位挨着林秋实，阮南竹没有睡觉，而是侧着身体，静静地和林秋实对视着。林秋实其实有很多事情想和阮南竹说，但是奈何屋子里还有个徐锦，于是只好忍耐下来。晚安。晚安。阮南竹说着，弯起了眼角。夜半时分，林中起了山风，窸窸窣窣的响声把林秋实从梦中唤醒。他睁开眼睛，发现屋子里的其他人还在熟睡着，外面的声音很轻，仿佛是从丛林深处传来。
但是隔着雾气和葱郁的树却无法听得清晰。即便是林秋实这样的听力，也只能听个模糊。林秋实似乎听到了属于少女的歌声，不，与其说是歌声，倒是更像是在念着佛经。起初只是喃喃絮语，后面却变得越来越清楚。林秋实彻底清醒，他从床上坐了起来，一时间竟是有些无法分辨自己到底是在做梦，还是这一切都是真的。此时林秋实透过窗户看到了一个个人影在雾气之中若隐若现。这些人影密密麻麻地站在树林之中，只能透过浓郁的雾气看见他们模糊的轮廓。林秋实正在看着，忽然他感觉到一双手搭在了自己的肩膀上，他的心中一惊，扭头却看见了阮南竹。别看了。阮南竹的下巴靠在了林秋实的身上，阮南竹黑色的眸子里仿佛有星光闪烁。你没发现他们在靠近吗？林秋实一愣，随即发现阮南竹说的的确不错，那些人影离他们越来越近了。他们并没有在行走，可是轮廓却越来越清晰。我有些冷，你抱着我睡吧。阮南竹的语气有些虚弱，听起来有气无力的。林秋实握住了他的手，感觉阮南竹的手冰冷一片。林秋实有些担忧起来。不舒服吗？阮南竹半闭着眼睛，看起来已经要睡着了。这具身体太虚弱了，比较麻烦。好。林秋实伸手将阮南竹拉进了怀里，他发现阮南竹的身体特别轻，简直像一片纸似的，而且阮南竹的肌肤几乎没有什么温度。林秋实有些心疼，他便用力地搂住了阮南竹的身体，用自己的体温温暖着阮南竹。阮南竹似乎觉得舒服了许多，他合上眼睛，沉沉地睡了过去。林秋实还在听着窗外的动静，那窸窸窣窣的声音持续了一会儿，便消停了下来。林秋实猜测那些东西应该消失不见了。他搂着阮南竹，也渐渐来了睡意。之后他闭上眼睛睡了过去。第二天，林秋实是被徐锦的尖叫声吵醒。徐锦指着他们两个说：你们两个怎么睡到一张床上去了？林秋实还没有说话，被吵醒的阮南竹就往林秋实的怀里又钻了一下。还想睡。林秋实条件反射地拍了拍阮南竹的头。你再睡一会儿。冷。我抱着你。阮南竹便动作自然地用手勾住了林秋实的腰，把脸埋入了他的胸膛。徐锦看到这一幕，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。他说：你们怎么会？阮南竹似乎才清醒过来，他慢条斯理地离开了林秋实的怀抱，撩了一下头发，露出了一个笑容。昨天半夜我觉得太冷了，就麻烦了一下于哥。你别误会啊，我们没什么。说着，阮南竹还低下了头，腼腆地笑了。徐锦虽然嘴上没说，但是眼神已经暴露了，他此时最想说的话大概就是：这人脸皮也太厚了吧，都睡到一张床上去了，还笑眯眯地说两人没什么。而阮南竹也是相当入戏。阮南竹说：于哥是个好人，你不要误会他。
被莫名其妙发了一张好人卡的林秋实，并没有意识到阮南竹和徐锦之间的战火。出去吃早饭吧，昨天不是说8点钟要集合吗？阮南竹答应了一声，于是3个人洗漱吃早饭，到达了众人约定的地方。那里已经有几个人坐好了，林秋实找到了程千里，确定程千里也在之后，才松了口气。早饭是这边的特色，一种味道很奇怪的炒面。林秋实尝了一口就觉得非常难吃，但是为了身体也只能勉强吃完。而阮南竹本来就不舒服，现在胃口更差，尝了一口就丢到了一边。林秋实担心他的身体受不了，便又去了一趟厨房，想找点其他的吃的。厨房旁边，一个中年妇女正在磨盘旁边磨着什么东西。林秋实走过去，客气地问了她几句。那个妇女听着林秋实的话，随手指了指旁边的竹篮子。林秋实走到竹篮子前面，看见里面装了几个蔫了吧唧的苹果，虽然卖相不怎么样，但是味道应该还可以吧。林秋实把苹果拿起来，路过妇女身边的时候，顺嘴问道：“阿姨，您在磨什么呢？”磨粉呢。林秋实看了一眼磨盘上磨出来的东西，那是一种白色的粉末，质地看起来有些奇怪。那个妇女也注意到林秋实的目光，便用小碗装了一点，笑眯眯地递给林秋实。你要不要尝尝啊？这东西可补了，特别是身体虚的人吃了，只要喝1口就能恢复。林秋实条件反射地推辞了他的好意，他总觉得这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好在那个妇女也没有强求，低着头继续做自己的事情去了。林秋实拿着苹果回到屋子里，他却是又看见了昨天在村口见到的那个女人。那个女人手里拿着一个红色的旗子，脑袋上还戴了个帽子，当真就像个真的导游一样。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看的是一座神庙，这个神庙呢是这里最漂亮的建筑，相信大家看完之后一定会被其风采所倾倒。那事不宜迟，我们这就出发吧。说完这话，女人挥舞了一下旗子，示意大家跟上。众人互相看了看，便都从椅子上站起来，跟着女人出了门。这个女人一边走一边介绍这里的风俗习惯，说这里的人信奉某种宗教，相信死人也会复活，因为这种信仰，他们当地有很多奇怪的习俗。比如，蒙玉发问。那个女人露出了一个神秘的笑容。等到了神庙，你就知道了。第59集，女人带着大家走上了一条偏僻的小路，小路蜿蜒向前，通向丛林深处。这条路上的树木有些奇怪，旁边的树枝上挂着一些五颜六色的彩条。女人说这是一种祭祀的方法，据说这种彩条可以引领回归的亡灵回家。这条路上的树木十分茂密，几乎遮住了所有的阳光，只余下斑驳的光斑洒落在地面上。林秋实听着女人的介绍，脑海里浮现出了那首歌的调子。大约走了20分钟左右，众人都有些疲惫了。徐锦虽然觉得环境很诡异，有些害怕，但到底是没忍住，开口问：还有多久啊？快到了。女人说完这话没多久，前方就传来了音乐声。
林秋实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音调，像是笛子，可是又比笛子的音色更清越，曲调也十分怪异，就像是盘旋在天空上的秃鹫，带着死亡的味道。因为传来的声音，众人一下子安静了下来。导游微笑着说：相信大家都听见这声音了，这音乐是这里特殊的乐器演奏出来的，只有到了这里才能够听得到，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欣赏。继续往前没多久，隔着层层叠叠的树林，林秋实终于看见了隐匿其中的建筑。那是一座气势磅礴的神庙，神庙用巨大的石块堆砌而成，绿色的藤蔓蜿蜒其上，风格古朴苍凉。在神庙的旁边立着无数彩色的旗帜，这些旗帜正在随风飘荡，仿佛在应和着传来的怪异的调子。阮南竹突然靠近了林秋实，他低声说：离那些旗子远一些。啊？怎么了？旗子的材质不对劲。闻言，林秋实仔细看了过去，他这才发现这些旗帜的材质的确很不同。那旗子的材质很厚实，不像是布做的，但是又足够柔软。林秋实一下子想到了某种东西，他的喉咙上下动了动。会是那东西吗？林秋实想到了歌谣里面暗藏的含义。或许。阮南竹的语气也并不肯定。此时导游领着大家到了神庙门口，停下了脚步。接下来是大家的自由参观时间。说着，导游抬手看了看手上的腕表。那在天黑之前呢，我会过来把大家领回去，请大家在这里好好的观赏，不要到处乱跑。我再说一遍，不要到处乱跑。说完这话，导游便转身离开，将这些面面相觑的10几个人全部留在了原地。昨天那个脾气暴躁的金发青年又开始说道：这人太莫名其妙了吧！哎，我们不如趁这个机会跑出去。你打算跑到哪儿去？都告诉你了，这里不是正常的世界，能不能别一直说蠢话了？一旁的男人则不耐烦地说，而那个青年似乎也被周围的景色搞得有些害怕，他强撑着露出了不屑的表情。哪里不正常啊？我看你们就是胆子太小了。其他人闻言不再理会，都转身朝着庙那边看去。显然大家现在的重点都是想看看有没有关于钥匙的线索。林秋实看了眼庙，转头对着身后的阮南竹和徐锦说：我们也进去吧。徐锦战战兢兢的。这庙看起来好可怕呀！你们说里面会不会有什么怪物？不然我们进去，你在外面等着。阮南竹轻轻地咳嗽了2声，提出了这个建议。不，我还是和你们一起吧，我一个人在外面更害怕。那走吧。林秋实抬步跨上了高大的石头台阶，阮南竹和徐锦跟在林秋实的身后，和众人一起进入了神庙之中。这座庙宇里的灯光很暗，没有一扇窗户，只在四周点了一些光线微弱的煤油灯。林秋实刚一进去就觉得有些奇怪，那乐器的声音是2楼传来的。好像是。那我们上楼看看吧。阮南竹点了点头。然而他们在神庙周围转了一圈都没有发现可以上楼的台阶。林秋实忽然觉得哪里不太对，他敏锐的听力在告诉他，
一个可怕的事实，那就是这个音乐似乎不是从2楼传来的，而是从天花板上。所以黑洞洞的一眼望不到头的天花板上，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奏出这样的乐声？林秋实的僵硬表情被阮南竹发现。怎么了？林秋实笑了笑，指了指头顶。我们头顶上好像有什么东西。听到林秋实的话，阮南竹的动作微微顿了顿，不过他下一个动作就是制止住林秋实企图继续观察的动作。先别管这个了，先把程千里找到。林秋实这才想起来，他们还有一个同伴。从到达神庙开始，他就没有看到程千里，也不知道这会儿程千里跑到哪儿去了。跟在后面的徐锦看到他们在往庙里走，颤颤巍巍地说：你们要去哪儿啊？还要进去吗？我觉得这里好可怕。进去看看。林秋实应了徐锦一声，便一边观察着周围，一边继续往神庙里面走。这神庙很大，最外面是一间空旷的大殿，殿前有一尊佛像和一些燃着的香案，看起来平日里也有人祭祀。往里面走，便是许许多多被分开的小房间，这些小房间大部分都上了锁。林秋实透过窗户看到里面放着类似于雕像的东西，只是那雕像用红色的布幔遮掩了起来。阮南珠微不可闻地嘟囔了一句：真想进去看看。这里面什么东西啊？好吓人。徐锦用手摸着自己手臂上的鸡皮疙瘩。阮南竹听到这话，转身就靠在了林秋实的身上，柔弱地说：吕令哥，我也害怕。林秋实知道阮南竹这又来戏瘾了，他有些哭笑不得地牵住了阮南竹的手。不怕，我在呢。徐锦见状，在旁边恨得牙痒痒，估计他早就在心里骂了10000句狗男女。第60集，几个人继续往前走，在通过一个过道之后，终于看到了程千里的身影。程千里这个货站在一个偏殿的角落里，他面对着墙壁，不知道在看些什么。程千里听到脚步声，回头看见林秋实他们。哎，你们过来看看，这上面有壁画。林秋实走过去说：什么壁画？小兄弟，我叫于琳琳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叫我沐雨就行。这2位漂亮姑娘呢？徐锦和阮南竹纷纷做了自我介绍。哎，你们运气真差，这么漂亮的姑娘，还要进这么恐怖的世界里。对呀，我好害怕，这里到处都好奇怪，我现在也没有搞懂是怎么回事。徐锦的委屈终于有了发泄的目标，他有些哽咽地说着，说完还用手擦了擦湿润的眼角，模样看起来可怜极了。这壁画画的是本地风俗吧？阮南竹的声音却夺走了程千里的注意力，他伸手在墙壁上摸了摸。这壁画要么是新画上去的，要么是有人经常维护，颜色都很新鲜。画的是什么啊？我看不太懂。程千里彻底忽略了旁边的徐锦，
是说他们在庆祝新生儿？新生儿有2个，一个代表月亮，一个代表太阳。阮男主简单的描述着壁画上的图案。代表月亮的新生儿喜欢敲鼓，代表太阳的新生儿被人藏起来了。阮男主的脸上出现了些许疑惑，他重复了一遍：藏起来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不知道，壁画里是这么画的，我也不知道藏起来到底意味着什么。再次被夺去了注意力的徐锦在旁边有些酸溜溜地说着：小姐姐，你懂得好多啊。你都还没问我年龄呢，怎么就叫我小姐姐？我今年20，你呢？23。哦，你才是小姐姐。徐锦被阮男主气得直嘟嘴。林秋实在旁边看了觉得实在是好笑，阮男主这货逗小女孩还逗上瘾了。此时程千里问道：你们找到上2楼的楼梯了吗？楼顶上一直传来乐声，应该是这庙里的僧人吧。说到音乐，林秋实想起了自己在大殿里听到的声音。他现在的听力非常敏锐，可以轻易地分辨出声音的来源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他也非常确定那个声音的确是来自大殿的天花板，而且离得越远，声音越小。没有找到，我们再找找看吧。原本还算热闹的16个人，在这空旷巨大的神殿里彻底走散了。他们顺着长廊一直往前，中途只遇到了3、4个人，剩下的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。不过这种时候，林秋实也没有精力去关心别人，他更关心的是这座庙里哪里还能找到更多关于钥匙的线索。4个人一路往前走着，终于走到了尽头。神庙的尽头是一片空旷的荒野，这里有很多乱石，还有一个用木头搭建起来的平台。那个平台似乎有什么特别的用处，搭得特别高，他们站在底下无法看清楚架子上面到底是什么。林秋实问道：要不要上去看看？可以去看看，一起。林秋实却不放心阮南竹上去，他说：你别去了，我一个人就行。我们一起吧，你们2个在下面，有什么事情提醒我们。好，你们2个上去看看，不对劲马上下来。架子旁边有可以往上走的木梯，但是那木梯非常的窄，而且很高，往上爬的速度会非常的慢。林秋实爬上这个梯子的主要目的是想看看平台上到底有什么。其次，这个架子的高度很高，几乎可以将四周的景色一览无余。上去之后，应该大致能看一下周围的情况。程千里走在林秋实的后面，小声地问：阮哥什么情况啊？怎么脸色那么难看？他身体不舒服，应该是精神还没有痊愈。那个徐锦呢？一个新人，我怕引起怀疑，就把他也带上了。2个人说话之际，却是已经快要爬到高高的木质平台上面了。林秋实走在最前面，他踩着最后一节楼梯，终于跨上了那个高高的平台。这一上去，他就立马后悔了。只见平台上面是一堆的碎肉和骨头，还有一些黑色的头发，并且这些碎肉和骨头都还很新鲜，并没有腐烂的痕迹，简直就像是刚放上去的。别上来了，上面全是死人。我操！程千里顿住了脚步。虽然林秋实很想骗自己这些碎肉和骨头都是别的生物的，但是他却在这些东西之中清楚地看到
几具属于人类的头盖骨。这些头盖骨眼神黑洞洞地面对着林秋实，竟是让他生出了一种被凝视的可怕的错觉。往下走。林秋实感觉到了不对劲儿，立马转过身。程千里的反应倒是很快，嗯了一声之后就开始往后退。林秋实正要转身往下，却听到底下站着的阮南竹大喊了一声：“不要转身！”然而他的提醒到的还是太晚了。林秋实在背对平台的那一刻，他感觉到有一双手按在自己的后背上，随后一股大力袭来，他整个人都被猛地推了一下。这个平台足足有4米左右，下面全都是嶙峋的乱石，真要掉下去，那肯定非死即伤。万幸程千里眼疾手快，一把抓住了重心倾斜的林秋实，两个人都狼狈地顺着高高的木质台阶往下滚了好几阶，但是好在没有出什么大事儿。林秋实狼狈地爬起来，他没敢继续留在台阶上面，而是和程千里一溜烟的就跑了下来。程千里也被吓得一身冷汗。我操！吓死我了！于玲玲，你怎么了？脚滑了？没，被推了一下。真的没人吗？你们从那儿下来的时候，平台上面伸出了一双手，然后推了一下于玲玲。徐锦满目惊恐。忽然阮南竹说：“琳琳，你后背上有2个手掌印。”林秋实一愣，他随即转身扯了扯自己的 T 恤，果然在自己的后背上看见了2个血肉模糊的手掌印。这手掌印并不大，介于孩童和成人之间。这2个手掌印就这样印在自己的后背上，格外的扎眼。这台子不会是天葬台吧？林秋实看到上面的骨肉之后，很难不生出这样的联想。程千里说：“可是这种茂密的丛林，一般都不会有师傅的大型猛禽。那吃掉他们的尸体的是什么东西啊？还能是什么？自然是把于琳琳推下来的东西。是我太大意了，不该让你们上去看的。”阮南竹闭了闭眼睛，他的神色之间出现了些许疲惫的味道，整个人都昏昏欲睡，看起来精神状态非常不好。林秋实赶紧询问：“你是不是不舒服？我们先回去休息吧。”阮南竹点了点头，于是众人便开始往回走